快过年了，很多人都会炸一点食物，炸完东西的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这个视频将告诉您正确的处理方法。一般而言，植物油炸个3到4次就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脂肪酸，就不建议再炸了。如果只炸一些肉丸、小酥肉、藕夹等没有炸带鱼、鱼块这一类腥味比较重的食物，并且油温控制比较好，每炸一次还用漏勺捞干净了残渣的话，那么这个炸过的油看上去和普通的油差别不大，但是直接用来炒菜的话，还是会有轻微的异味，炒青菜特别明显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先用刀把它们的根部切掉，把它们切成大小均匀的葱段，大约5到6厘米左右，全部切好后，再把葱白和葱绿分开，葱白部分先放入个盘中备用。下一步，准备一根清洗干净的大葱，先用刀把根部切掉一点，再把叶子部分给切掉，再把它洗到切成片，随便切的可以，也不用担心破损。全部切好后，放入装葱白的大盘中。下一步，准备半个清洗干净的洋葱，然后把它直刀切成丝。因为洋葱的结构是一层一层的，直刀切它就能切成洋葱丝。再把两头半圆形的部分也改刀切成细丝。全部切好后，用手把它们抓散。充分抓散后，把洋葱丝和葱白、大葱放在一起。下一步就可以处理沾油了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一半炸过的油，剩下一半的油准备炸过1块之后再做成香料油。我们要把油温升到150度左右。那么怎么判断油温呢？我们拿一根筷子插入油里面，要用木筷子或者竹筷子。当筷子周围出现了很多密集的小泡，但不是特别剧烈的时候，就说明油温差不多了。油温到了之后，我们先调成最小火，再把大葱、洋葱、葱白全部放进来，就这样慢慢进炸，把它们的香味炸进油里面。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，前期基本上可以不用管，让它自己炸，完全脱水后才需要观察一下，一直炸到它们表面微微焦黄，我们就关火，让余温继续进炸5分钟。5分钟后，我们用漏勺把锅中的残渣捞起来，然后用勺子用力的挤压一下，尽量挤干里面残余的油脂。这些残渣吸附了油中的脏东西，一般建议丢掉不要。接下来我们用纸巾把锅边的一些黑色物质给擦掉，再开小火加热，油温3-4成左右，我们倒入全部的葱绿，还是用小火把它炸干炸香，因为油多葱绿少，炸的时间就会很短，一定要仔细的观察颜色，只要有葱绿变色了，变成茶叶的颜色，同时发现它变硬了，就用筷子把它夹出来，特别是那些比较细的，会最先炸好，要先夹出来。这就是葱酥，它特别的香，但是没有什么味道，炸过了就会发苦。最后那些粗细差不多的葱绿，基本上就会同时炸好，我们就可以关火把它们都夹出来。全部夹出来之后，放入盘中，您看一下，它冷却之后会变得特别的脆。冬天的话，室温可以保存个2到3天，最好尽快用完。锅中的油我们还需要处理一下，我们再次开火，主要是把油中的水分煮干，这样炸出的葱油保质时间更长。可以用筷子搅一下，方便气泡的渗出。煮到没有小气泡了，就关火，等它自然冷却。下一步，准备一个无水无油、干净的、可以密封的玻璃瓶，用漏勺过滤一下，把锅中的油全部倒进去，全部装好后再盖紧。这个炸过的油就处理完毕了。因为炸过肉丸子它里面是含有猪油的，把它密封好，它的香味可以保存很久。这个处理过的油是可以直接炒青菜的，锅中加入点葱油，再放入焯过水的小青菜，只用加一点盐调味，开大火翻炒个30秒。起锅前淋入一点点的葱油，翻炒均匀就可以起锅装盘。这样炒出的青菜一点异味都没有，不仅好看，味道还特别香。这个葱油还可以做成葱油鸡和葱油面。下一个视频给您详细讲解，喜欢的朋友还不赶紧去试试吧。我是大叔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